这可是货真价实的羚羊公锦，是100年前祖上传下来的。要不是家里急着用钱，我是万万舍不得拿出来卖。还请诸位给个公道价，多谢诸位，多谢诸位。100年，颜色能有这么鲜艳？这便是蜀锦啊，历久弥新。只不过，这些便是这方锦在诸位心里的价格了。还有没有人有别的想法呀？原来他看得出来啊！看得出什么？这锦有问题。还有人要报价吗？我要出价。这位娘子觉得此锦一文不值。那你说说，你是觉得此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，你可不要听信个别小人挑拨，这大家有目共睹，这锦绝对不是假的。这锦确实不是假的，但它也不是真的。小女子不才，做的也是丝锦生意，但是生平最看不惯有人弄虚作假，所以才斗胆站出来。若是单凭这锦，的确也能值一些银子，只是做生意若是没了诚信，那再好的东西也会变得一文不值。这锦不是假的，但也不至于100年。这上面的图案用的是连珠对马纹，是又怎么样？羚羊公样最喜欢用的就是连珠纹和对马纹，那也无法确定就是真的羚羊公样。100年之前的羚羊公样喜用的可不是连珠纹，而是团科环。单连珠内置对马纹，是很典型的波斯风格纹样。以团科花卉为环，内置动物纹样，才是经典的羚羊公样。什么团科环？敢在白郎君面前胡说，我看你是活腻歪了！造次，敢造次！这位娘子话还没有说完，你想要动手吗？白郎君，他这空口白牙的，分明就是污蔑呀！他说你没有证据啊，你怎么说？白郎君，请看，这里用的丝线颜色，乃是水色和青白之间，为一种新色，谢壳青，是15年前沈家染坊坊主沈阳所染制。试问，这怎么会出现在一幅祖传的蜀锦之上呢？这祖宗未免也太年轻了。你说谢壳青就是谢壳青啊？那我还说的，那就是水色呢。我说了自然不算，但是景官府可以验丝验色，白郎君可去景官府一验便知。我不卖了，我。郎君饶命！不是，郎君饶命！我不干了，我再也不干了。白某千金买锦，还请蜀锦人家共鉴，够有诚意的吧？你还蒙我？送过来，送过来！白郎君，哎，白郎君饶命！哎，诸位，今日评锦到此结束，明日请早，都散了吧。在下白胜，不知道这位娘子怎么称呼啊？在下姬莺莺。
原来是季娘子。你认识我？白某来益州的第一天，就看见季娘子凤凰于飞了。季娘子有双慧眼啊，白某也是爱景之人，家里还有些许，相信季娘子赏鉴一二。若是发现赝品，每副赝品3片金叶子如何呀？天都快黑了。我相信你们一定能瞒住我阿娘的，是吧？这边请。你可以随便看看。这幅对阳几何纹锦是魏晋时流行的锦样，如今已不曾见了。这幅花瓣团刻禽鸟锦，纹样虽常见，但织工了得，配色自然，也是不多见的珍品啊。季娘子这一声叹息，是在说这幅锦是假的吗？白郎君府上均是珍品上品，这金叶子我怕是赚不到喽。哼，季娘子今日仗义直言，让白某免于受骗，这片金叶子是你应得的。今日便是我不站出来，白郎君也不会上当受骗。你看出来那锦有问题了，不然你也不会再三确认还有没有人要出价。你只是需要一个人一个契机将此事挑明了而已。所以我就说嘛，季娘子有了一双慧眼啊。不知白郎君可愿用你的金叶子买丝啊？买丝怎么说？蜀锦珍贵，但好丝意难求。我能染出这益州城最好的丝。不瞒季娘子说，白某不懂织锦，更不懂染丝，这些对白某来说只是兴趣，而不是生意。只是兴趣。那，在季娘子眼中，白某的目的是什么呢？哎呀，我还以为白郎君这里有一笔大生意等着我呢。看来季娘子要失望了。既然是只买锦，那又何须如此费时？我知道这城中谁家的锦好，若是郎君有意，我可为郎君和锦户牵线搭桥。季娘子这么做是希望从中赚到一些什么呀？人情。人情。实不相瞒，因为误会，城中的锦户大多都不买我家的丝了。可我若与他们介绍白郎君这笔生意，那在重利之下，他们又怎好意思不用我的丝呢？那如果白某要做生意的话，为什么不直接跟他们做生意，要通过季娘子你呢？不是不可以，只是白郎君可知，在这益州城，各家特长所在，用料如何，几时买最便宜？你又可知什么样的纹样是当下时兴，什么样是陈年积压？当然啦，这些白郎君也可以找人去打听。只不过，与其找一个生人，为何不找一个走投无路、想要与白郎君合作共赢的人来信呢？白某自然是相信季娘子的，不过这一次白某购锦已成，而且心满意足了。无妨，来日方长，希望日后有机会能与白郎君合作。好，告辞。不送。不做生意却把名声打得响亮，不是有病就是有鬼。主人，咱们需要一个打入益州锦业的契机，正好这季莺莺又来寻求合作，主人又对她有兴趣，为何不趁机答应了她，
现如今我们对他来说只是之一，而不是唯一。等到他山穷水尽的时候，再开价也不迟。不着急，先等等。赵景王，蜀红丝数目我已知晓，待丝线和染料准备齐全，我便开始染制，定不会误了织锦的时日。我今日来找你，不是为此事。最近有谣言，说你得罪了我，得罪了牛家，所以锦户不敢买飞花会的丝。我倒有个主意，不如你我二人去这街上走走，他们看到咱们和好如初，这谣言不就不攻自破了吗？那不是谣言。牛景的确得罪了我，你也得罪了我。你对牛将军有牵制，那牛五娘定想从生意上胜过你，从而取悦牛将军，所以流言也都是他传出来的。我跟牛五娘在赵家分庭抗礼，所以不方便明面上帮你。但是爷爷你得知道，不管在何时，我定不可能做伤害你之事。余家这些年经营不善，这次供给的订单没有拿到，所以余叔想要把它卖掉。你为何告诉我这些？因为你曾经说过，知我者，赵尔郎君也。即便我不说，你也会知道，也会行动。那是你原来的家，满满的都是跟你阿耶的回忆。况且你由私入侵，买下它会少走很多弯路。这是我所有的积蓄，拿着，就当我先借你的。你是故意不把订单分给余家的？杨静兰可以为你铤而走险，我也可以。赵二郎君，有些事过去便过去吧。若你还放不下过去，无需为我做什么。我只希望你能面对自己，为人为事，无愧于心。你说，我师父既然已经知道这青城山上有问题，他为何不上我救援？除非他已经四面楚歌，孤立无援了。我本以为把这山上的动静闹大，将一切揭发，就能把凶手绳之以法。可谁曾想，这权势竟可如此只手遮天，颠倒黑白。这还是牛瑾忌惮我身后有人，才不敢轻举妄动。我师父当年那可是单枪匹马，面对的只会比我如今更残忍。因为他知道，如果他死了，第一个会来探查的人一定是我，所以给我留了线索。他故意泄露自己的行踪给那些侍卫，也是在告诉我，这山里有问题。你师父真是草蛇灰线，用心良苦。可他既然笃定了我会回来，就应该留下一个只有我才能找到的线索才对。小戴没有留下线索，那是因为前两人警官糊涂啊，临死了
也不知道留下线索呀。纵使峡谷香，不灿世上英。这是我师傅在告诉我，即便身死，尸骨也可留证。去帮我拿把铁锹。我提一句啊，这可是你师傅的坟，随口说的一句话也能当真吗？我知道，但是我懂他，我相信他，他就算拼死也会给我留下线索。师傅，徒儿不孝，不能靠自己将益州案查个水落石出，还求师傅再指引徒儿一次。身手不错吧？没看看是谁的徒弟？老头儿，叫师傅。诸葛，你过来。我师傅的每一块骨头都有伤，但唯独这一块，这上面的伤痕不同。看痕迹走势，定不是外人所伤。这是他留给我最后的话。什么消息都传不出去，什么人都不敢再相信，他只能一刀为笔，以自己的尸骨做纸，给我留下线索。老头儿，话我收到了，我一定会把害你的人都揪出来，给你送去磕头赔罪。金娘子，这里请。家主正在见客，请金娘子稍后。没关系，都是蜀锦人家，一起聊聊。听着声音像，没想到还真是晋娘子啊！白郎君为何在这儿？余家百年锦业有一些珍品，倒也合理。白某今日是来买余家锦房的。昨日白郎君才与我说，你不懂锦，也不做生意。昨日听晋娘子一番话，颇有感触，觉得试试也无妨。更何况有这么好的机会啊！白郎君出手还真是不凡，这偶有所感，便要吞下这益州城3大锦户之一的余家。白某倒是觉得，既然要做生意，自然是越大越好了。季娘子来了吗？那就请到屋里坐吧。请。余掌柜，杨夫人。季娘子啊，上次购买丝线的余款呢，
我已经让人给备好了，一会儿呢，你就可以直接到账房核对收取。还有季娘子提出要与锦房合作，由飞花会帮忙挑丝配色，这个事情，就看新掌柜是否答应了。新掌柜已然定了？哦，还没有。不过你可以听一听，看看哪些条件能让你满意。不知二位出的什么价格？哦，比市价高出30%吧。于掌柜，杨家出的价格虽比不上白郎君的高，但我们杨家多年织锦，如果锦房放在我们杨家手上，那定是源远流长，绝不会辱没和亏待了你的工匠们。金娘子，你看我们两个谁更顺眼呢？白郎君许以高价，杨夫人重在情义，两位都是诚意十足。但依我看，两位的价码都不够打动人。余家100年，就这般改弦更张，难道不可惜吗？余掌柜操劳一生，将余家锦发扬光大，是再高的价码也无法买到的。商业沉浮，有辉煌就有没落。若我没有记错的话，这里曾是季家的旧宅。季家锦当年何等风光，可如今呢？不用我说了吧？余掌柜，今日我前来想跟您聊的也是这桩生意。飞花会愿意出一笔钱注股余家，从此飞花会出丝，余家织锦，既能解决眼下的困难，又能保住余家的招牌，岂不是两全其美？金娘子可知道你口中的两全其美得花多少钱呢？昨日你还说处境困难，怎么，今日又能拿出钱了？昨日我与白郎君说，是以为你我能合作，不想今日我们变成了竞争敌手。白某若是可以顺利地盘下余家锦房，定跟金娘子构思合作。余掌柜知我从不空口白话，钱的事情我会解决，但求余掌柜给个机会。这个事儿呢，再允许我考虑2天吧。